就是我们这个有些确实是这些，也许可能没有信仰的人，没有这个信心的人呢，就是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可能在他的这个这种邪见也好，或者是理念当中呢，有很多很多觉得这是一种传说啊，就是这是一种这个神话故事啊，会有这样的。但真正有信仰的，真正懂得这些道理的人呢，就是一点都是不会起惑的，就是的确就是这些这个独木也好，就是生存的这些价值是难以我们一般的这个凡夫人是想象的啊，就是想象的。所以自己没有什么这个感觉的话呢，那么我们也不能就是否认了，不论这个否认。比如说我们做梦也好，白天的一些自己的就是很多的不说这个境界吧，就是但是你在这个分别念当中呢，有很多难以解释的这个问题呢，每一个人的这个相续当中也会是有发生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呢，我们也应该就是谨慎的，应该就是用这个智慧来去色，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现在历史上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整个人类的这个历史书上面呢，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些精彩的这个故事，而且我们很多的一些大成就者也好呀，修行人呀，在他的这个新闻跟我们普通人呢，表面上看呢都是相同的，但是有些呢确实是能力是不同的，就是这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我们看看，就是很多这个修行人呢，表面上跟很多人一样的，但有些呢，他可能内心当中就是供养的一些就恭敬啊，或者是一直的，包括就是护法神啊，就是包括一些这个空心木啊，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他有这个一个人的这个力量，同时呢，也有一些其他本尊和护法神的这种协助啊，有人摩诃仁波切在那个《二归教育论》当中也讲了，人如果有了这个护法神和实践这个天尊的这种协助的话呢，那他的这个事业和他的能力的话呢，就像是熊熊烈火一样的，就是无法阻挡的。所以我们有些时候的话呢，表面上看呢，就是什么都就是不信的、不信仰的，生这个邪见的话呢，那这是自己摧毁自己罢了。就是除此之外的话呢，他也就是害不了就是什么事情。原来文革期间的时候呢，以这些方式来就是诽谤啊，就是造业啊，最后的话呢，就是自己也是确实是有时候是还是会发生就是很多不是就是特别好的这个事情啊，就是确实有时候因果报应还是很可怕的。就是原来我们这个家乡的有一个人啊，就是当时的是。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一些惯事，就是一般藏地有一些习惯的话呢，就是到一个特别有名的寺院里面去，自己发誓以后再不犯。然后我们家乡的那个人呢，就到这个学院来，然后他发誓不犯，然后我也是去作证，让作证，其他的一些法师也去作证。后来不到1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有犯了，然后犯了。他犯了以后的话，他自己的所作所为特别不顺，后来的是说是这个判死刑，但这个后来换了没有？听说是可能很危险的。所以我在说，如果明明自己在一些这个寺院也好，诸佛菩萨面前就发誓，然后又故意违背的话呢，今生当中有时候呢也是有这个现世现报的，这是谁也难当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尽量的要坚定一种誓言啊，坚定一种誓言，不要呢就把它当做一种怎么说啊，就是一种形式而已。其实人的这种信念和一些历史呢，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也可能你也是跟这个课题不一定很吻合的，但是今天我发现的有一个事情呢，也给你们讲一下，前年吧，我们那个。玉树地震呢？玉树地震的时候呢，当时我去那边也去了，然后当时那个在地震当中，发生，有一个孤儿，他的父亲、母亲，包括他家里的他的妹妹，全部都已经死了。然后当时找到一个孤儿，实在是没办法。后来我说是我带回来，然后呢，我带到那个学校那边去，让我的那个一个妹妹呢，让她养着，我这里养呢也不可能的，然后那个让她养着，让她养着，然后呢当时这个孩子呢，他说他有一个老的那个奶奶，除此之外呢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那个亲戚一样的，他来的时候的话呢，再三的那儿去看了一下他的好像70来岁的一个奶奶，然后我们觉得是他什么可能亲戚都已经没有了，结果他母亲的那个弟弟吧，母亲的弟弟呢，当时已经在闭关，然后
闭关的时候呢，他们那边呢就是闭关发愿，就是三年就是3个月，3年3个月。然后呢，当时他闭关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发生这个地震。发生地震以后的话呢，他在那个闭关的那个作息间呢，就是也知道了。第二天知道是他家里面的这个只有一个老母亲，然后他的妹妹和妹妹的丈夫还有一个孩子，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被地震就是已经这个离开了人间。然后那个孩子呢，就是也是听说是一个佛教徒就是带走了，但是他自己呢没有出关，就是一直因为他有3年3个月的这种没有出关，就是没有出关呢，就是今年刚刚就出关就是1个月了，就是出关1个月了。今天呢就是到我这里来说是他要寻找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就是他妹妹的孩子去看一下，就是他那个孤儿就是我们养的怎么样，就是他要去看一下。我说你还是可以啊，坚定试验。如果我的话呢，比如说当时发生地震，我什么这个妹妹也是了，就是只有一个老母亲的话呢，我可能马上这个出关了，就是马上呢就出来了，开始只是不到1天的时候可能出来了。但是他们还是很有坚定的这种试验。其实如果我们人有了这样的一个坚定的试验的话呢，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呢就看得很淡的，就是只有把自己的这种所发的这个实验也好，所这个受的这个戒律呢，就是绝对是在生活当中是很重要。可是实际上人们呢，就把这些就是该重视的东西呢，就是不重视，然后反而其他的有些事情的话呢，就是也更加重视，也有这种这个情况啊。就因此说我们在这个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一个是要，我自己在想啊，就是我们这个不管闭关也好，闭关修什么法呢，还是要有个坚定的这个誓言。摩诃仁波切在也是这个相关的教育里面再三讲，就是要有一个坚定的誓言。哪怕是这个发心的话呢，我们有些发心人员就是刚开始1、2天就很积极的要发心，就是过一段时间稍微遇到一点点就是这个违缘和障碍的时候，不行不行不行，我要退了，就是然后马上就走了。其实这种行为根本就是成就不了什么。发心也是这样的。同样的，这个学习佛法、利益众生，做很多事情呢，为什么谦卑大德们说是人要这个稳重要一定要有一种坚定的这个立场，就是这一点就是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这个弘扬度母法的时候呢，大家也应该有一种欢喜心就是对度母这个僧尊呢升起这个极大的信心。尤其是汉地的话呢，我想这个女宗就是信佛教的人呢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所以说呢，我想是这个度母呢就是特别的这个关照，就是我想看来好像度母还是有偏心的，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道友们呢，就是女众的话呢，就是更要这个就祈祷，就是这样的话呢，在自己这个就是因为女生一般的话呢，在实践当中也是违缘比较重业力比较慎重确实是佛陀在佛经里面所讲的一样的。我们不是这个就是对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对女众有什么偏见的，但是这样的话呢，就是特别祈祷的话呢，很多这个违缘呢也同样这个欠促的就完全这个欠促的。那么就是作为这个男众修行人的话呢，就是也是对度母这个祈祷呢，当然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迅速的这种加持所以呢，希望大家应该珍惜这种机缘吧。